日本多年前发生过一个连续杀人事件，而且凶手的年龄竟然只有14岁。这个案件当年轰动了全日本但是在这个少年犯长大之后，他出版了自己的自传，阐述自己当时的心路历程。这本书到底写了些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本少年犯的自传《绝歌》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1997年的时候，日本神户发生了一连串的杀伤事件，而且受害者都是国小年纪的儿童。更让人震惊的是，后来大家发现凶手是一个只有14岁的少年，被称为少年 A。当年少年 A 落网之后，因为未成年的关系没有被判死刑，经过了7年的感化教育，他顺利回归社会，并且在2015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自传。那因为当初这个案件非常的轰动，所以这本书非常的畅销，在日本大卖了25万本。当年的少年 A 为什么在年纪那么小的时候就会有这么残酷的念头？这到底是因为天生邪恶，还是后天的社会问题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从这一本绝歌进入少年杀人犯的内心世界吧。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以下会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内容跟情节，如果觉得不适的话，随时可以停止观看哦。好的，那开始之前，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做网站的需求吗？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是你最好的选择。无论是企业官网、互动答题、一页式的网页，或者是大型活动网站，我们都擅长透过资讯设计为你梳理出重要的资讯，再呈现给受众。除此之外，我们在网站制作上面也都符合 Google 的 SEO 规范，并且有直觉好用的后台，让你能够轻松管理内容，持续累积曝光流量。现在就联系我们，让我们根据你的预算跟目标，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也欢迎点击资讯栏看我们更多的作品哦。在进入凶手的内心世界之前，我们要先认识一下这起案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神户连续儿童杀伤事件发生在1997年的2月到5月之间，总共造成了2死3伤。案件发生在神户市的须磨区，最开始的时候是有2名女童走在街上，忽然被人用锤子从背后攻击。后来又有一个只有10岁的女童在厕所被人用铁锤击打头部，导致重伤不治。而且凶手在离开这个犯案现场的时候，还用刀刺伤了另外一名女童。最后一个受害者也是这整个事件最吓人的一个案例，受害者是只有11岁的男生土师纯。当时他跟着凶手去看乌龟，结果在住家附近的山丘被活活勒死。凶手呢还将土师纯的头砍下，放在一个国中的校门口。他甚至附上一封挑衅警察的信，信上说：“各位愚蠢的警察，尝试来阻止我吧！”底下署名“酒鬼强为圣斗”。那因为这个手段实在是太残酷这个案件轰动了整个日本社会。更让人惊讶的是，警察跟着线索进行调查，发现凶手竟然是一名只有14岁的国3生，而且有的受害者就是凶手的朋友，甚至发现土师纯人头的这个国中也是凶手就读的学校。那依照这些线索，很快的警察就把这个被称为少年 A 的凶手逮捕归案。落网之后的少年 A 经过精神鉴定，被认为有人际沟通障碍和性虐待倾向，造成了这次案件的主要噪音。但是这种倾向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少年 A 在书里面自我剖析说，自己的人生是在外婆过世之后才开始偏离正轨的。因为少年 A 不太会跟人交流，在班上是边缘人，他觉得唯一会无条件疼爱他的人只有他的外婆。对少年 A 来说，外婆是他唯一的社会支柱，但是在他国小5年级的时候，外婆却生病过世了。这是少年 A 第一次直接目击到死亡，他觉得世界都毁灭了，只剩下害怕又孤独的自己。那在外婆过世以后，少年 A 还是常去外婆房间，在她的遗照还有牌位前想念她。有一次他在衣柜发现外婆常用的电动按摩器想到以前也常常会帮外婆按摩，所以他就拿来在身上到处按，想念跟外婆相处的时光。那时候没有性知识的他呢，也随性的按在生殖器上面看看，结果呢，意外在剧痛当中体验了初次的射精。他本能的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污秽的事情，但却没有办法停手，反而从此沉溺在这种性、死亡与罪恶感交织的行为。那除了外婆过世之外不巧的是，他们家的财权佐助也在那年过世。死亡接连了夺走了心爱的外婆与佐助，但是呢，周围的人却都很冷静，甚至把佐助留下来的饲料放到了佐助碗里面喂野猫。少年 A 很不喜欢这种做法，他觉得佐助虽然死了，但那些还是佐助的东西。他对于大人们对死亡的反应既愤怒又疑惑，他开始思考所谓的死亡到底是什么。于是他除了躲在外婆的房间按摩，也开始解剖蛞蝓青蛙等等，想要研究生命。那有一天呢，少年 A 看到野猫来吃饲料，突然有一股冲动，把猫残忍的杀掉。
他描述说呢，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忽然有一种自己掌握了死亡的胜利感，从此变本加厉的频繁杀猫、肢解动物，甚至会用刀割自己。到后来杀猫越来越无法满足他，他在升上国中之后开始想要杀个人看看。1997年，少年 A 在路上用榔头随机攻击了2个小女生，而1个月后呢，又接连杀伤了另外2个女童。少年 A 表示自己在犯下这些案件之后，一开始当然也很慌张，但后来却发现，虽然事件上了新闻但他的生活居然完全没有变化，好像只是做了一场梦，让他开始怀疑说，这些事情真的有发生吗？他觉得自己跟外在的世界好像是切割开来的，他完全感觉不到真实感，也没有办法体会别人的心情，但是呢，却对自己的伤痛非常敏感。事后回头看少年 A 觉得那时的自己应该正在发狂跟正常时间挣扎，甚至连他自己也搞不太清楚自己要去做这些事情的原因。而最终在这个状态之下，少年 A 做出了一连串的可怕案件。少年 A 被抓到之后呢，因为未成年与性虐待的倾向，被送到了医疗少年抚育院接受感化的教育。那因为这个案件非常特殊还让日本社会非常激烈的开始讨论教育问题。因为少年 A 的家庭看起来很平凡很正常，所以大家都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家庭会出现一个少年杀人犯，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而后来日本国会还因此把犯罪刑责的最低年纪从16岁调降到14岁。那无论如何，经过了7年时间之后，少年 A 结束了他的感化教育，在附带管束条件下重新回归社会，但他并没有回家跟爸妈住，而是选择独自在外生活，想要逃离自己的过去。期间他做过建筑工、焊接工，但不管是什么职业，他总是埋头工作，避免跟同事打交道，放假就关在房间里面读书。他表示说，在自力更生的过程当中，他才开始体会到平凡生活的辛苦与幸福，才了解了生命的可贵，才懂得为什么不可以杀人。他提到说，有一次有个尊敬的前辈邀请他去家里吃饭，当时这个前辈的女儿刚念国小，看到这个大哥哥很开心的跟他分享学校发生的事情。少年 A 看着女孩呢，想起了被他杀害的人，饭没有吃完就找借口逃走了。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再坦然接受前辈的善意，不久就辞职离开做了3年的公司。而这样的领悟也让少年 A 觉得非常痛苦，觉得不管去哪里，自己都只是伪装成普通人的禽兽而已。唯一能够让他稍微感到安慰的，就只有阅读跟写作。那为了要治疗自己，少年 A 决定把过去的经历全部写下来。他在这本自传完成之后，有出版社把这本自传出版。那因为少年 A 的身份实在太特别书一出版就马上大卖，引起了非常多人的关注。有不少人批评说，凶手明明做错了事情，竟然还可以靠自己的犯罪行为卖钱，而且收入有没有赔偿给家属，根本是在消费受害者。而且其实在书出版之前呢，才刚发布预告的时候，受害者家属就跳出来明确的反对这本书，但少年 A 还是不顾受害者的意愿，换了一家出版社坚持继续出版，引起了更多人的反弹。而除此之外呢，因为这本书的文笔意外的非常好，也引起了一些人质疑少年 A 忏悔不真诚，想要洗白美化自己的罪行。还有书里面对犯罪过程的各种描述，也让专家呢担心会引起模仿。但这样的讨论跟争议反而更加带动了这本书的销量，最后让这本书大卖了25万本，估计为少年 A 带来了1500万日元的收入。那虽然这本书有非常多的争议但也有人出来支持少年 A 的做法，像是日本精神科医师片田朱美就认为，像是少年 A 这种性虐待狂患者呢，有时候因为自己的幻想而做出暴力行为，那借由文字的宣泄，或许也是一种避免把幻想实践出来的好方法。另外，也有人认为这本书罕见提供了一个凶手自己看待跟诠释案件的角度，也许呢能够为那些研究少年犯罪的专家们提供一个很重要的材料，预防未来的悲剧。我们觉得《绝歌》这本书比较特别的是，过去我们看过这类犯罪类型的作品，大部分呢都是由警察或是专家写的，从第三方的角度去分析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不过这本书因为是自传所以它完全是从少年 A 自己的观点出发的。那我们一开始也很期待说，可以从这里第一手的认识到少年犯是怎么诞生的，我们未来应该要怎么样去预防类似的案件。不过老实说，我们看完之后发现，实际上这本书叙述的经历跟状况都蛮特殊的，不见得呢其他人遇到类似的状况就会产生跟少年 A 一样的行为。而且因为这本书呢是少年 A 的主观叙述，事情的真相呢也不见得完全就是他说的那样，所以这本书里面提到的状况可能没有办法当成是通则，帮助我们很客观的去认识少年杀人的成因跟解方，也让我们读完觉得有一点点的小失落。但我们认为如果你对这类的议题感兴趣，这本书还是蛮值得一读的作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比较少见的角度，让读者可以第一手的看到少年犯怎么认知跟诠释自己的行为。
而对于少年 A 自己来说，这本书可能也可以视为他尝试融入社会的努力。他从一个完全无法跟社会沟通的少年犯，到现在努力透过书写尝试跟外界对话。当然，在出版的过程当中，有些做法我们觉得其实蛮有问题的。但如果暂时撇开这个不谈哦，单纯就这个融入社会的努力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不过这也是我们团队自己的想法，而且因为时间跟尺度的关系，我们今天只有非常简单的介绍这本书的皮毛。但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感兴趣，很欢迎你去找来看看，跟我们分享你读完后的想法哦。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哦。最后呢，想要问大家，你怎么看待杀人犯出版自传的行为呢？A， 我觉得没问题哦，这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B， 我觉得他可以自己私底下写哦，但不应该要出版贩售，不然呢会对受害者家属造成2度的伤害。C， 我觉得可以出版哦，但是应该要经过受害者家属同意，收入也应该要赔偿给受害者家属才对。提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认识爵哥。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反社会人格以及追逐怪物的人的讨论。那么今天的志奇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力，我是美食队芊芊，这是 PR 哥，我是志奇，我是徐波，我是吴子。有 Walkie Boys。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恰恰，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Look at me， 都烂人嘛！他们